Hello，射手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哦。那如果呢你刚好呢没有在我们首播的时候看到这一则影片的话呢，我们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那当然，如果刚好没看到，那我们就以当下的月份或前后推敲1个月时间，通通都可以，好吗？影片下方资讯栏有详细的影片使用说明。那我也个人认为，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点，所以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拘泥这些时间上面的问题，你可以去享受这些讯息当下要为你带来的协助就可以了。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按照老惯例，要给这个12星座的开场生活小贴士啊，给大家超前部署一下下，好吧 ？OK 哈，好，首先呢，射手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份的过程当中呢，我感觉你的能量场哈，特别好像很喜欢吃这种。那叫什么黑白切的拼盘，好不好哈？因为我看到的都是什么卤蛋啦、豆干啦、海带啦，然后它上面有青葱啦，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像是这种小小的鸟蛋啦，所以我感觉那很明显就是一盘卤肉哈，可能是加热不是卤肉卤味哈，可能是加热卤味啦，或者是最近刚好你们家的这个那锅那个卤很香的这个卤肉里面刚好就有这些菜色在里面，好吗 ？OK 哈，我感觉呢你最近特别喜欢吃这样子的小吃。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好好的偶尔给大家给自己享受一下，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选择。OK 哈，好，那第二个呢，要给射手座的朋友然后对，最近射手座的朋友们，你会特别有很多小酌的机会哈，我觉得那个很像是下酒菜，我的感觉哈。第二个，我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拿我回来就说，这个很像是一个下酒菜。所以有可能最近你的邀约特别的多哈，有这个小酌的机会 OK 哈。好，那第二个呢，要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看到的是一个紫色的葡萄哈，我不知道是最近刚好你有去买葡萄酒呢，还是说刚好最近你也很喜欢吃葡萄，或者是刚好最近你买一些什么冰箱的这个什么冰箱贴啊，它可能刚好就是一个葡萄的样子。那也有可能，当然你有一些可爱的小饰品，它刚好可能是涂葡萄的这种形状 OK 哈，或者是刚好你在看一些影片，他们刚好可能在采收葡萄或讲解葡萄的内容都有可能 OK 哈。好，那第三个呢，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我感觉射手座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你最近好像很重视这个体毛的保养哈，比如说要去这个手毛啦、脚毛啦，或者是最近刚好你去梳理你的头毛啦、剪一下头发啦哈，还有特别有一些人，比如说你最近可能会去买那种除毛的，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冰刀吗？还是在家自己打雷射那种你甚至会去除这种，就是像有点像我这里叫什么部位啊？就是人中的那种汗毛啦，或者是脸上的这些细毛啦等等之类的哈。就最近呢，你会特别注重这种毛发啦、蜜蜡脱毛等等之类的这些课题，这些你要去准备这个个人这种卫生的这种问题哈。我不知道这是特别为了什么活动准备呢，还是说刚好最近你就对这个方面特别有研究？好吧 ，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你的这个开场讯息，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了哈。首先呢，这个月份你的挑战牌卡是宝剑6，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钱币侍者。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射手座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哦哈，请稍后。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收看我的影片。为了提供给大家更多丰富精彩的内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维手术室社群，想要邀请你一起来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那在社群里，我将会带领大家一起练习思维改写，并且提升自我认知，让你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有更强大的底气以及过人的应变能力。只要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会看到思维手术室的社群连结以及入群步骤的说明影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OK， 好，行，我个人会感觉呢，射手座的朋友们哈，你这个月份哈，应该是要去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想办法，应该是说想办法，可能是想解决办法，或者是想调整的模式，或者是可能去修改里面的什么东西，因为你可能是在对应人事物，每个人有点状况不太一样哈。先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先跟你说明一下，如果你要来到我的频道看我的影片的话，你必须跟我一起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意思就是说呢，等一下我希望这些讯息可以为你带来最大效益化，所以呢，你可能要自己灵活运用，套用在你目前想要对应的交手的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或者是关系、投资项目，通通都可以。OK 哈，角色可以互换，时间、性别没有限制。OK 哈，我为什么会说你好像在调整哈？就是好像要去
修整或处理的一个方法哈，就这个已经有点像是你这个月的重点。我直接举个例让你听，你比较容易理解我在讲什么哈。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就过去能量场，你抽到是权杖10恋人牌卡，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权杖7 ，OK 哈，这3张牌卡在你过去能量场当中，就会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恋人牌卡哈，有点像是说你在交手的这个人事物呢，比如说它是一个工作或一个感情，或者是你在创业的一个项目，我就讲创业项目，好吧？我就举例，按你们自行套用在你的状况当中。比如说这个是你最近正在创业的一个项目，对不对 ？OK 哈，那你创业这个项目旁边有一个权杖10，我觉得理所当然嘛，就是说这个创业的项目需要你负责啊，需要你去付出啦，或者是你必须要能够去学会怎么经营啊，那甚至当然也会有很多工作上面要处理的、营运的，或者是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压力啊，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互相对应的。那在这里呢，这个权杖7哈，比较有点像是说，这个你很所热衷的，或你目前正在专心去发展的这个人事物哈，它非常需要你的这个就是抗压性，还有能够去面对挑战的这个能力。OK 哈，所以你这个东西哈，同时被这个权杖7跟这个权杖10夹攻哈，这个呢其实有一点像是蛮不得了的一种状态哈，有点像是说，如果我要创业成功，我要有过人的意志力，我要有自己的资本，我要有这个过人的眼光哈，甚至我可能要能够去判别哈，什么东西是我该投资，什么样的人是我该雇佣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会觉得你好像有点像是被左右围攻的感觉哈，就是说除了要处理很多现实上面的问题，可能还要增加一些软实力。那当然你也会有自己私底下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在这里同时被这2张牌卡夹攻哈，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你如果想要支撑这个人事物哈，你必须得先经历过这些挑战。OK，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你可能这个月的重点是在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在这里呢，有个权杖3，这边有一个权杖1，这边有一个圣杯7，权杖3加权杖1象征的是权杖4，意思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挑战之下，我要如何能够巩固这个我想要持续维护的、拥有的，或者是去经营的这个人事物。那这个权杖3呢，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边找到的这个解决方法哈，不是那种哈，就是只是塞牙缝的哈，或者是比如说就是补那种缝隙的哈，你在找这个方法是长远的方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假设好了，你在这边就是在创业，对不对哈？然后呢，你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公司这个什么 SOP 的不是 SOP 的系统或流程哈，出了一点问题。你原本想说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后来呢，你发现呢，好像试了几趟之后，发现这个系统好像不行啊，这个 SOP 的流程好像不行。OK 哈，你不能只是说，那不然我们先试看看这样好了。OK 哈，那这个呢就有点像是一个有点像是怎么讲？一个短期的一个我要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像说，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选择哈，它不是一个从长计议的这个计划。所以呢，相对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不会被解决的。所以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它是要能够去看到长远，都可以去执行，都可以去很顺畅的，或者是都可以去有效的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个解决方法或提升的这个方式。因为在这里呢，这边有个权杖1，这个权杖1呢，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哈，这个东西呢，从权杖1走到权杖3，中间少一个权杖2。权杖2就是说呢，你不能让这个你在找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协议的方式，或者是这种经营的方针哈。不能是那种就是好像模棱两可，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不错哈。这就是为什么这边会少一个权杖2 ，OK 哈。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你这边有个圣杯7，你就必须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从这个很多选项、很多方法、很多这些选择当中去选到一个你觉得真正能够有一个长期效果，或者是能够长期使用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决策 ，OK 哈，或者是你们2个人相处的感情的模式 ，OK 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在这个月比较有点像是在注重这些层面。那你的挑战牌卡在这边是一个宝剑6，宝剑6的意思就是说哈，你在面对这些挑战哈，跟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呢，还有一边去找这些方法的时候哈，你的挑战就是要如何能够保持冷静哈。宝剑6哈，如果站在一个这个挑战牌卡的位置哈，就象征就是你必须要保持冷静。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想办法安全下装 ，OK 哈。所以这个呢，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你的挑战。那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当中呢，这边是一个钱币2，这边是一个圣杯4，然后这边来到的是一个High Priestess。那这3张牌卡呢，在你的未来能量场当中，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哈。就是说，如果你通过这个考验，你够冷静 ，OK 哈，然后你也能安全下装的话呢，来到这边这个圣杯4哈，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仅呢这个状况会得到一个解决 ，OK 哈，最重要的是还有可能你会因此获得更多其他的机会。
OK 哈，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有一个蛮不错的好消息，应该是会在后面哈。那在这里呢，这个钱币二呢，其实是要提醒这个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哈，这个钱币呢，象征的就是意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懂得去如何找到自己的平衡。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在工作跟生活我要平衡，在解决问题跟预算当中呢，我要得到平衡嘛。你总不能说我要解决问题，结果我把所有的资本丢下去，对吧？那就会失衡了。OK 哈，所以你可能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找到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趋近于平衡，让你觉得这是一个蛮舒服的解决方案，这个好像是一个蛮舒服的这种相处模式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平衡呢，跟这个和谐感是很重要的。OK，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边好像有经历了一个是怎么样如何保持平衡的一个课题哈。那来到这边呢，是一个 High Priestess， 这个 High Priestess 呢，其实是在告诉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哈，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拿这张牌卡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你在解决这个问题哈。这应该是蛮极小众的讯息哈，大概有20%左右的射手座的朋友们，你靠的是直觉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是说因为这里的公司的这个什么东西坏掉了，所以我们要换一个可以耐用10年的什么水管哈，类似像这样。我觉得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点靠你自己的直觉，就说这好像不是水管的问题，这好像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的关系，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水管的问题。OK， 类似像这样，所以你的直觉有点像是把你牵引到那里，结果呢，反而出乎意料之外，让你解决了那个根本的问题。哈，我觉得这张牌卡有点像是说，在未来你要更能够相信你自己的直觉。OK 哈，那来到这里呢，目前看不到可能会引来的事件是钱币侍者。那这个钱币侍者呢，是要提醒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这个钱币二加钱币侍者象征是钱币三。钱币三的意思就是说，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但是我们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一定要跟这个新来的人事物合作。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讯息蛮特别的哈，因为通常我们是很欢迎有一些新事物进来的，可是我总觉得你这边有一个就是可能不太适合跟别人合作。例如，假设你在看感情哈，就是2个人就好了，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再有第3个人哈，类似像这样，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是你自己独立独资创业的，可能有其他金主想要来跟你合作，想要跟你合股，或者是比如说来入你的股东哈，类似像这样。那这个东西非常有可能是现在时间不适合，或者是比如说你的行业特性不适合哈，或者是比如说假设你不愿意也是可以哈。所以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阻挡的一个感觉，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考虑，自己去多加思考一下，然后再做出选择，好吧 ？OK 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好，那宇宙验证牌卡，请他们来验证一下我刚刚要跟你说明的这些所有的讯息跟一些能量场。那等一下最后我们会再来抽一张天使跟宇宙要给你的补充讯息，好吧 ？OK 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在这个过去能量场当中，这边有一个钱币国王哈。那这个钱币国王你可以注意看，这是一个麋鹿呢。那钱币国王站在这边其实有3个钱币的，对吧 ？OK 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哈，你现在正在专注的这个人事物哈，它一定是会让你左右夹攻的。左右夹攻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去想哈，钱币国王他是一个专门走这种长期就是长期谋略的一个角色 ，OK， 而且呢，他这个钱币3个钱币象征的就是一个金三角，意思就是说他一定是要那种打不倒的哈，然后那个真金不怕火炼的那种方式哈，让你真正在乎的这个人事物哈，可以持续的营运下去。所以呢，我感觉你是站在一个高处哈，然后去看待这整个就是有点像说你现在有点像是站在高处去俯瞰有点像说你在看这个 big picture 哈，就是说哎呀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我觉得不是水管的问题，应该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在里面哈。这个就是象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要能够有远视的这个能力，还有能够要那叫什么？挑望的这种我不知道这种怎么形容啊哈，但是我感觉你要有一种贯穿这个事情的本质，或看到它根本原因的哈，就有点像是你站在这个高位哈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全貌。OK 哈，所以这个呢，象征就是说我要如何营运顺利，然后又要保持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在这边抽到的是一个钱币侍者哈。那这个钱币侍者呢，跟这个未来的钱币侍者它是互相呼应的。但是我刚刚有跟你讲了，这个钱币侍者之所以为什么会在这个现阶段能量场，我刚刚有说哈，这边有很多选项嘛，对不对？你要找的是那个长期可以执行的，长期对你有利的，是不是这样说？因为呢，只有你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钱币侍者就是未来这个机会，它才会出现。如果假设在这里的射手座的朋友们，你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法或处理的方式是那种短期的哈，这个钱币侍者是不会出现的。这个是有点像是在预告
如果你是选择这个方法，未来的这个合作机会才会出现。但是要不要合作，要不要接受，这是你的选择。OK 哈，所以这边有一点像是在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是做商业的，你想要有更多的机会，那这里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题。OK 哈，你要做的是从长计议。那来到这里呢，这个是一个钱币四。那钱币四呢，加上这个宝剑六，你有没有发现这非常有趣这边有好多支宝剑，这边有好多根栅栏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要能够冷静、安全下庄。然后呢，这个栅栏象征的意思就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安全下庄意思就是你不要伤到你自己的筋骨 ，OK 哈，或者是不要伤到你自己的资本，你要能够 hold 住的地方，你要能够 hold 住，你不要浪费的地方就不要浪费 ，OK 哈。那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在这里有一个太阳牌卡，所以我才会跟你讲，未来这个能量场是很好的，这件事情是可以顺利解决的，甚至呢，在未来还有更好的机会来找你，所以我个人是不太担心射手座的朋友们这个月份的能量场，我比较会提醒你的是，就是这个要从长计议，为什么呢？当你从长计议的时候，这个机会来不来，选择权是在于你。但如果你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从长计议，你没有去想办法用这些能力去 handle 这些问题的话，那虽然对，没错，你到月底的时候，你整个问题会解决的很完整，整个方法会很适合你，但是重点是你不会有这个新的机会进来，就是说你不会有其他的发展性跟可能性。OK 好，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还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要给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好吗？来，这张牌卡呢，就是说，你看嘛 ，go forward fearlessly， 好，意思就是说勇敢无惧的向前走。OK 哈，这个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跟简单，就是说我刚刚有跟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绝对可以通过的。OK， 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从长计议，有没有想要拿下这个机会而已。OK 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遇到任何的挑战，或者是遇到任何的状况，不要太担心这件事情。这边有个太阳牌卡帮你做一个 guarantee， 就是说保证你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OK 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这一次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我希望其中一两句话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我都会亲自去看你们的留言，好吗 ？OK 好了，那以上祝福你射手座的朋友们，希望你在这个月一切顺利，也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喽，拜拜。